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今天准备了豆沙，这是我之前买的豆沙，没有吃完，这个锅下了嘛，防止这个豆沙坏。今天我们取出来做个豆沙自制豆沙哈，到时候可以做豆沙包、豆沙饼，豆沙馅的好吃的。妈妈，我和妹妹。好，去吧。我和妹妹来做饭。好，我把这个豆沙倒到盆里，然后给它剪一下，这种不好的剪出来。这边是500克，我们给它倒到盆里，然后我们用水给它泡发开。红豆已经泡好了，下面我们把它洗一下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之前没有做过豆沙，咱这是能不能做成功呀？差不多吧，都说差不多，没做我也不知道。把豆子泡的长大就可以了，用手一捏，能捏烂就可以了，脱皮儿。把红豆我们再给它多洗2遍，洗干净。把洗好的红豆倒到电饭煲里。加水，水的量和我们平时蒸米饭的量差不多。接下来我们煮红豆，然后我们就像平时煮米饭一样，然后直接煮，把红豆给它煮熟、煮软。接下来我们把煮熟的红豆给它晾凉备用。红豆已经煮好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好香啊，有个豆味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把红豆煮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豆子味儿还挺好闻的。下面我们朝里面加红糖，先煎2大勺进去，我们给它搅拌一下。这个红糖的量，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甜度，不甜的话可以再加，想吃更甜的话可以多放点，根据自己的甜度，喜欢的甜度去加红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。我们趁着这个锅的热度，把这个红糖给这个红豆搅拌，使这个红糖给融化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料理机中。这个时候这个味道有一个甜甜的味道了。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？是不是这个做豆沙都得用料理机？有没有不用料理机直接把它碾碎的？也可以啊，这是但需要时间啊。现在咱不是有小孩吗？有工具就用工具。对，咱用工具节省点时间。大家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豆子给它捣碎。下边我们用料理机把它打成泥儿。打好了，我们把这个豆沙给它倒出来。豆沙还没做成豆沙。你别说，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炒，我感觉特别像豆沙嘞。这泡皮皮把它碾碎了，还在做哩。红豆已经打成泥儿了，我分2次打的，你看打成这种细泥状，因为一次太多了，分了2次打。接下来我们放到锅里面，给它开始制作豆沙。最好找一个不粘锅，这个是我新买的锅。开火，然后我们加这个油，最好用那种无气味的油。这个是我刚买的玉米油，正好赶上用啊。
接下来我们把豆沙放到这锅里边，开始给它制作。这不是豆沙哈，这个是红豆泥，放到锅里边。接下来我们小火开始慢慢的炒，把这个油和这个红豆泥给它炒拌融化，把这个红豆泥的水分给它炒出来。不停的给它翻拌，防止糊锅。我们家橘子在这儿已经炒了10几分钟了，也不让我插手，怕我炒糊。这个是耐心的活儿，把这个水汽给它炒差不多了，快一炒，之后炒到这个，粘起来不掉，不往下掉，基本上差不多都可以做成豆沙了。不过待会儿还有一个步骤。反正我看着特别像豆沙啊，新鲜出炉的，热气腾腾的。可好闻哈。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朝里边加一勺麦芽糖。这个麦芽糖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豆沙做成之后它不散。哇，这麦芽糖！下面我们把这麦芽糖和这种豆沙泥儿给它搅拌融化，融合到一起，再炒一会儿，我们这个自制豆沙就做好了。看着特别细腻啊。咱买的那种豆沙泥儿也是可细腻的，但我感觉这个比较费工，因为你看泡的话泡了一上午啊，咱下午开始弄的。炒都炒半天了，对忙了半个小时。对，它主要是搁电饭煲里面煮的时候哈，也煮了好长时间。你看这边太阳快下山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但是做好了，这个想吃了就可以，这自制的还是好一点。绿色无添加的。放的油也少。然后放点麦芽糖，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味道，而且做出来这个防止这个豆沙它散嘛。炒至这个铲子翻拌起来很困难这个状态，我们的豆沙就做好了。豆沙炒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大碗里。今天我们自制的豆沙就做好了，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细腻啊。对，这个铲子上的，我来尝一尝。铲子上还有一点儿，我来尝一尝。吃起来沙沙的，非常的香甜。豆沙，我自制的豆沙就做好了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家试一下。这个需要有耐心，前提要有时间啊。然后这个吃的话，是不是得给它晾凉啊？对，这个晾凉。不过这个铲子上的是稍微晾凉一点了，吃起来沙沙的。行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做馅饼，可以包包子，都可以。自己做的，吃起来没有那种非常腻的感觉，就是。反正自己做的放心一点，是吧？看这个1斤的红豆做了1碗这个豆沙。